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12号星期二，我刚刚和大河源先生分开，今天还是轻松跑，然后明天是合练的日子，我看看是什么安排。如果是321的话，我就自己调整一下；如果不是321的话，我就练半节课。因为321，我觉得连续跑一个3公里的强度，赛前这一周可能不合适。就对我来说，刚才看见了本田先生，乐了两句，因为他也要跑神户。现在目前的情况是，大家都会相对担心气温和风，这我没经验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大约先生说，起跑是逆风。那我说那好啊，回来就顺风了，因为神户就是一个大折返。他说也不是，他说回来的路线会有各种的那种凑距离的拐弯，一拐弯就又逆风了。到时候再看，加油加油就行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今天开机晚了，今天天亮了晚，咱们就说说慢跑和强度跑。为什么我总说初跑者的朋友尽可能的每次都把自己练得狠一点，是因为我的观点是，强度跑的总距离每个月就是距离的绝对值，在每个阶段的跑者上是固定的，剩下的是你的轻松跑的配额。所以你们看，越专业的运动员轻松跑的比例越高，因为他总跑量大，但是呢他又不可能说每个月跑400-500公里的强度，所以你就看他总在轻松跑。这是我的观点。那分阶段说一下，就是你看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一个月跑80公里，那可能有40公里差不多都得稍微使点劲儿。我那时候就是，我那时候甚至可能这80公里都是挺使劲儿的，因为那时候这80公里都是上下班通勤，我每一次通勤的这5公里我都挺全力以赴的，所以速度提升就快。因为对初跑者来说，好多人都说，哎，我跑起来喘不上气，心率快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对初跑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巡航速度太慢了，而这个速度不是那种100米的速度，并且说这个速度并不是你天天慢跑就能提升的，真的不是。而等你想再提升这个速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来不及了，时间已经过去了。这是说给初跑者。然后你可能比方说你的目标是破4了，一般破4的小伙伴们差不多月跑量能有160，高一点能有220了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强度跑的距离可能还是大几10公里，但是你的慢跑就多了，因为你跑量大了。然后再往后，月跑量能到300的小伙伴们，那下一个目标可能是330、315。那你可能你的强度跑的距离差不多可以是将近100公里了。虽然你看没有明显的增加，但是已经不是之前我说那个强度了。对于初跑者来说，我说的稍微费点劲的强度跑，就是每次跑的时候都快一点就是了。但是对于说你已经要破3的小伙伴们，那你肯定已经有了间歇跑、变速跑这种跑了，你的绝对强度就变大了。绝对强度变大了以后，你强度跑的绝对距离就不会说提升的那么明显。我估计差不多月跑量300的小伙伴，如果是已经以破3为目标的话，那可能咱们可以算一下，你看每周一次的变速或者间歇，总跑量大概是10来公里，咱们就按10公里算，这是40，然后2次有质量的长距离，这加起来差不多就80了，再加上1次阈值跑，所以基本上这就是80到100公里，然后剩下的200公里就是轻松跑。
你再往后，像我当时到400公里一个月的时候，我的强度跑大概是150公里，因为那时候我强度跑距离特别长。我那时候就是出家门，然后先热身3公里，然后呢，最多的时候跑过3个5公里，有时候就是4个1.6公里，或者是1分钟快慢跑30组。那这种就挺长的了。这一趟训练最后强度跑完了以后，大概是16公里、17公里，再凑一个21公里回家。所以那时候我的强度跑距离是挺长的。我在月跑量400公里的时候，大概我的强度跑是可能有160到180公里，剩下的是轻松跑。而你到了500和600的时候，每个月差不多强度跑的距离可能也就是150公里，因为你跑量大了，跑量大了以后呢，你的强度跑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长了，就像我现在一样。现在强度跑的距离没有以前长了，或者跟以前相当，但是呢，绝对质量高了。不管是周6的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还是周3的这种冲绝对速度的课，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，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一个分配。所以我才说，就是没有说你不能说这个课表跟那个课表不一样，就有一个好一个不好，它都是有不同的方式。但是那天有小伙伴问我，如果你跟一个更科学的训练课程课表，是不是能更好呢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人在练，不在于就大多数普通爱好者不在于怎么练，真心话，就是不差那一点儿。那最后说说慢跑是为什么？慢跑有几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维持训练节奏。你看我现在，我必须每天有这么多，包括备赛周，我也得有至少每天有10几公里的跑量，这样我身体才能维持住这个状态。就像那天我说那个拉弹簧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确实有些人说无伤跑怎么跑，多跑慢跑，多跑慢跑是会让你的身体关节更稳定，这个我承认的，我没有否定这个，我只是说什么时候会让你受伤，更多的时候是跑强度的时候会让你受伤。但是还是说，对于初跑者，你一个月只能跑100公里、80公里的时候，你都是慢跑，你打那个基础没地儿用，就是你总存钱不花钱，而且你还是会受伤，那就不如放开手脚，在跑有点快的时候稍微的控制住身体，尽量的让自己安全就好了。这是慢跑慢跑对我就是稳固我的关节，稳固我的肌肉，让身体有个状态。像这种跑，现在这种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能让我提高的可能性，就是真心话，没了。这就是快跑慢跑慢跑的比例，我这些年训练我怎么看课表的一些小心得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。我现在是不到15公里，我要回家再拿上另外一个设备，配合高驰的小伙伴做 GPS 的测试，已经连续1周了。不是新设备啊，就是要做对比组。高驰的小伙伴特别的认真。行，那咱们训练结束之后再聊。11月12号星期二清晨6点58，你看，而2个设备在做各种极限情况的测试，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相信高驰的对产品的付出，对，我觉得可以相信。我这几天就每天基本上有很长时间在和他们一起在做这些事情，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好或者发现什么问题，只是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数据而已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训练中快呀慢呀怎么去制定的一些逻辑。其实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
练什么课表不重要，练是最重要的。不一定练了就有收获，但是练是一个让你觉得哎，我活得特别实在的过程。当然我只是说对马拉松爱好者来说，其他的小伙伴可能有其他的爱好都是一样的，甚至说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也是让自己活得更实在的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最近见了几位观众，很多都是刚开始跑，我觉得就像那些做健美健体的小伙伴跟新手说的一样，好好享受一开始的这几年，就是享受总能 PB， 然后总觉得我自己的跑步生涯未来会越来越好，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。因为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早晚我们都会创造一个所谓的真正的 PB， 就是我的最好成绩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我的最好成绩能到多少。对，现在比较期待的是看看再就像那天我说似的，再努力一下，看看全马、半马、70公里和100公里。在100公里我还有一个8小时30的小梦想，现在还差48分钟。好像是还是38分钟，38分钟，对，我是9小时08，对，差38分钟，哎，就差最后几句就没电了，回家跟大家道别，对，就是那次的那个100公里，到80公里的时候还有，就时间还够，就至少破9小时还足够，还有2个多小时，然后到90公里的时候还有1个小时06分钟。就9个小时，我当时想的是，就差不多跑6分就能跑，但是我就问了问自己，想不想跑那么快？答案是不想，然后我就顺其自然吧，最后就跑了个9小时08，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找一场近一点的比赛，就是别在那种半夜12点1点坐车的那种比赛，然后咱们再来一次。行，那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早训练再见。